战斗机作为空军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如今的5代机还没有完全覆盖战斗机所有主力部队，但是各国的6代机却早已提上了日程。不过，美国对6代机的规划却让人有点看不懂。按美国国家利益上的文章所说，目前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种意见就是，美国6代机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弥补 F-22 数量不足的缺憾，因此这架6代机很可能就是重启 F-22 生产线的一部分。简单的说，就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版本的 F-22 战斗机。都知道，如果说5代机是 5S 标准研制的，那么6代机必然就要变成 6S 标准，还要在原本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提升，比如隐身能力就要比5代机更强，不管是使用目前的隐形涂料和外形设计反雷达辐射，都要更上一层楼。当然还有不少人期待的光学引擎。从目前美国公布的6代机消息来看，也正是因此6代机将比5代机更加隐身，甚至速度更快，更容易操作。而且6代机很有可能是没有尾翼和垂直结构的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因为还很难有人类可以承受高超音速飞行速度飞行时的各种压迫力。但这样一来，6代机的优势在哪里呢？要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终究是不够成熟的。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用6代机来辅助5代机进行战斗，那么信息链路共享就必然需要一次改革。毕竟就目前已知的消息，美国到目前为止 F-35 和 F-22 依然无法形成绝对的配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信息无法共享，甚至不平等。F-22 使用的高级信息链路，而 F-35 使用的却是通用型链路，双方无法匹配，就像是两国语言不通的人，即使能力再厉害，依然无法发挥出1+1大于2的公式。话说回来，美国也算是野心勃勃了，也可以说是对 F-22 和 F-35 战斗机的性能过于自信，竟然还打算让 F-22 战斗机再服役40年，直到2060年才会逐步退役的。要知道 F-22 是20世纪服役， F-35 也是在21世纪初开始服役，如果按照时间量算，到退役两种在战斗机服役年龄都在70年左右。最重要的是，目前 F-22 已经停产， F-35 虽然没有停产，但是同样岌岌可危，时不时就要来一次停产整顿，所以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还真的不一定。再说那么长的时间，足够中国甚至俄罗斯研制更多先进的飞机，并且把它们装备到自己的部队中，到时候美国还能慢悠悠地使用 F-22 或者 F-35 吗？美国航空母舰陷入到一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局面，为何说我国新型导弹成为了关键因素？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目前，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航空母舰，并且他们的航空母舰的性能基本上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美国并没有对此感到满足，仍然在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然而，令美军没想到的是，他们航空母舰在发展的过程中，居然陷入到了一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局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美军航空母舰的内忧。众所周知，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目前最新的一款航空母舰。据了解，它同时配备了电磁弹射装置和新型拦阻装置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然而，正是这款集各种高科技技术为一身的航空母舰，在加入美国海军3年后，却迟迟无法具备作战能力。就在这3年的时间里，福特号航空母舰就出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这款航空母舰上的电磁弹射装置、新型拦阻装置以及运输升降梯所出现的故障。这些故障导致福特号航空母舰无法弹射和回收舰载机，并且运输升降机的故障也大大限制了他们为舰载战斗机装配弹药的能力。所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故障成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内忧。其次，我们说一说美国航空母舰的外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美国航空母舰的外患是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该媒体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型导弹给美国航空母舰带来了实质性的威胁。其中，美国媒体提到了前不久俄罗斯方面试射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我国于去年8月发射的东风 21D 和东风 26B 弹道导弹。由于我国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精准地命中了靶标，因此引起了不少美国专家的关注。对此，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导弹研发方面已经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不仅如此，美国方面还认为，中国的反舰导弹要优于俄罗斯的导弹，所以说，中国的新型导弹很有可能成为终结美国航母时代的关键因素。根据公开的消息，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东风21和东风26系列弹道导弹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打击能力，打击范围也非常广，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让来袭的美国海军有来无回。因此，美国媒体才会说到中国新导弹会让美航母失去统治地位。
2014年，我国第3代外贸型坦克 VT4 正式面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绝佳性能。2016年，泰国第一次下达订单，到如今2021年依然只有3个国家装备了这辆坦克。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很快就要被改变了。日前，装备有中国 TV4 坦克之一的国家尼日利亚官方发布消息，由于国内争端问题，尼日利亚多次清剿无果后，终于决定出动大批量装备进行实力碾压，其中就有在2019年和中国定下的 VT4 主战坦克。这些装备是尼日利亚2019年定下，到2020年才正式交付尼日利亚使用。所以说这一批装备才刚刚在尼日利亚手里捂热，刚具备了实战能力，就被尼日利亚直接投入实战使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必然是尼日利亚已经在逐渐使用过程中看到了 VT4 坦克的优秀性能，才会抱以如此大的信任。而很显然的是， VT4 并没有辜负这样一份信任，在这次实战中， VT4 主战坦克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尼日利亚清剿国内反叛势力，其中 VT4 更是首次参战便引来盛赞。VT4 主战坦克作为目前中国提供出口的最强坦克，具有先进的装甲和火控能力，在战场上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增援，比如火炮。VT4 配备了完整而稳定的125毫米高膛压滑膛炮火力系统和自动填装系统，每分钟可以发射约8枚炮弹，并且全天候可以等待攻击，不受影响。其中主炮 APFS 就可以射中200米外距离的目标，并且穿过600毫米的装甲，另外还有射程达到5000米的炮射弹，就这火力足以在尼日利亚周边横着走了。再从机动性能上来说， VT4 坦克采用了 CH1000B 液力自动变速箱和1300至15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加上行走系统设计的高强度扭杆悬挂，实现拥有无级转向、快速倒车等能力，具备良好的战场机动性。光是速度就可以达到每小时跑71公里，甚至越野都可以达到每小时42公里，在山沟水仗上同样十分好用。所以说实话，这些个动力装置比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坦克东西还要好，只能说尼日利亚这波买卖不亏。虽然目前只有尼日利亚、泰国和巴基斯坦3个国家装备有这种坦克，但是在经过尼日利亚这一波实战之后， VT4 坦克估计是要火了。最后，这样强大的坦克还十分便宜，像当初巴基斯坦买的最新版坦克300辆才花14.66亿美元，一辆的售价才490至580万美元左右，4舍5入就相当于是不要钱。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着中国 VT4 又要迎来一波大订单了。又来叫嚣中国。印媒称，印空军在中印边境已建设可承受2000磅炸弹的战斗机掩体，很难想象中国军队能有什么办法对其造成威胁。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大家都知道，中印边境双方都部署了一定规模的陆军部队，但光有陆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双方也是在边境部署了一定规模的空军。这不，近期印媒称，中国边境的印度空军基地建了一些大家伙。据印媒《亚欧时报》1月13号的报道称，印度空军已经在中印边境的阿萨姆邦恰布亚空军基地建立起了新型硬化飞机掩体。这种独特的新型飞机掩体能够承受1000克左右炸弹的袭击。事实上，印度空军在中印边境的机场部署了大量的苏30米格21以及部分阵风战斗机，这些战机距离中印边境极为接近，因此这些战机很容易遭受中国导弹以及轰炸机的打击。为此，印度方面认为建设这些战斗机避难所是很有必要的。同样，印度空军还拥有另一项技术，那就是飞机跑道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自动修复受损部位。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空军频频在边境地区进行巡逻，再加上各种大型运输机也是时常向一线地区运送补给物资，这使得中印边境众多军事基地的跑道出现严重受损。因此，研制飞机跑道自我修复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样，有印度军事专家叫嚣，中国需要220枚导弹才能将一个机场关闭24个小时。要知道，中印边境部署有大量的空军基地，如若中国军队同时对这些机场进行攻击，那中国空军想要维持这种攻击是显然不可能的。事实上，印度能有这想法简直是太可笑了。要知道，我国在轰炸机领域方向的研究那绝对是数1数2，其中我国的代表型号轰炸机轰 6K 以及即将上线的轰20，那绝对都是国之重器。其中轰 6K 轰炸机作为当下我军轰炸机的主力，最大航程能够达到8000至9000公里，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15吨。因此，我军最多只需要派出10几架轰 6K 就能将印度的空军基地夷为平地，并且我国最神秘的轰20还未出现，届时轰20的正式服役也将让我军在轰炸机领域站稳了脚步。